今天的美国呢，早就没有了两线作战的能力，要在欧洲增兵，就得从亚洲出兵，至少投向印太司令部的军费的比重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美国在西太平洋除了发出一些更加刺耳的叫嚣，实质性的威胁行动估计会有所收敛。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拜登制裁中国企业可能是虚晃一枪，美国的重点已经回到欧洲。6月29号，美国商务部把5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指责他们违反了美国的禁令和俄罗斯做生意。国内有人分析拜登政府这么做是在向全世界炫耀立威，美国想干啥就干啥。但是如果联系一下欧洲现在的局势，我们会发现美国的新制裁可能是虚晃一枪，拜登的战略重点呢已经明白无误地放到欧洲了。在6月底的这几天呢，发生了2件标志性的事件。首先是北约马德里峰会达成共识，要继续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战争打多久，北约就支持多久。北约呢还要建立30万人的战备值班部队，部署在东部成员国的领土上，包括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国家。那俄罗斯从苏联时代就努力营造的战略缓冲区已经彻底的丧失。第二件事呢，是俄罗斯宣布从蛇岛撤军。蛇岛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俄军夺取的第一个战略要点，双方围绕蛇岛进行了长时间的海上对抗。俄罗斯呢，甚至付出了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被击沉的重大代价。乌克兰一直在试图反攻蛇岛，这是因为蛇岛扼守着敖德萨港的进出口航线，而奥德萨港是乌克兰的最后一个出海口。蛇岛面积太小，摆不下多少防御兵力，也无法兼顾筑垒，易攻难守。当乌克兰把军援的远程炮兵调到敖德萨海岸线附近的时候，俄军就完全顶不住了。与其如此不如主动撤退。这是俄乌战争中俄军第2次主动放弃要点，上一次是在4月8号放弃基辅进攻任务。俄军认识到北约与俄罗斯的军事对峙有逐步升级的危险，放弃蛇岛，放弃进攻敖德萨港，实施结束军事行动，是俄向北约释放善意的表现。美国呢是北约的核心，如果没有美国的主导，北约扩军30万对付俄罗斯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这30万人当中，美军必须要承担很大的一部分。不但如此美国还必须向东欧的北约盟国提供充足的军事援助。如果美军不肯出兵出钱，欧洲局面就会被法国、德国、意大利所主导，那就很难说了，这3个国家会不会选择与俄罗斯媾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和中国当然是有关系的。中国拒绝美国对俄罗斯进行全面制裁的要求。外电报道中国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加大了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的规模，这就让俄罗斯的经济不会崩溃。美国试图通过经济制裁来颠覆俄罗斯的想法已经破产。美国和北约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选择更大规模的军事对峙来应付乌克兰战争的影响。美国恼羞成怒之下，找了5家中国公司来制裁泄愤，同时虚晃一枪，吓唬一下中国，然后把主要资源投向欧洲。今天的美国呢，早就没有了两线作战的能力，要在欧洲增兵，就得从亚洲出兵，至少投向印太司令部的军费的比重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美国在西太平洋除了发出一些更加刺耳的叫嚣，实质性的威胁行动估计会有所收敛。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